韶华若锦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好水地良缘，携手至百岁。天归酸型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观看韶华若锦。臣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朕还以为是听错了，当真是你。赐座。王爷，请饮酒。相看白刃血纷纷，死节从来起故训。臣特以此酒祭奠在东周战死的定北军英灵。今日上元佳节，诸位爱卿不必拘礼。定北王如今凯旋，正好圆了朕方才所盼，可谓是好事成双啊！久闻定北王殿下骁勇善战，为大显立下赫赫奇功。臣女梁蓉儿愿献一曲潇湘水云，以敬殿下。小女不才，献丑了。既知丑，就别献了。若是我呀，定要找个洞躲起来，这辈子都不出来见人了。还不快回座！定北王所言极是啊，小女自不量力，冒犯了王爷。老臣回去后定会对他严加管束。令国公府该加以管束的，又何止这一人？阿谭，这定北王是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？我倒是想。陛下、娘娘，定北王殿下在宫中长大，乃陛下伴读，什么雅音天籁未听过。梁蓉儿的琴艺自是不入流，不过上京的琴艺翘楚，今日也在席，殿下不妨一听。晋安侯府名坛，师承名家，琴艺高超，乃上京人人称颂的琴艺之首。不如让他为殿下抚琴一曲，也好让我等沾沾光，一饱耳福。凤昭这提议着实不错，那就请名家小姐为我等抚上一曲，以庆上元，更贺定北王得胜凯旋。臣女多谢皇后娘娘抬爱，只是今日入宫，臣女既未备琴，也未提前谱写庆贺之曲，贸然献曲，只怕会惊扰了圣驾，污了定北王的耳。偌大的皇宫，还怕找不出一副好琴？你若嫌弃，我就差人去太后宫中取她老人家的交尾来。本王回京，不是来听这些靡靡之音的。
陛下，臣此番回京，还带了个人，想请陛下一见。召。召。咪咪，怎么了？是死尸。这定北王竟比传闻中的还要蛮横霸道。何止如此，听闻他暴力自碎，冷血滥杀。若是哪家女儿嫁去了定北王府，只怕整个上京的闺阁女儿家都要向他致谢了。定北王，你这是何意呀？陛下与陈宫既有要事，那臣妾携女眷先行告退。这定北王一言不合就抬死人上殿，真是一点都不知道避讳。都说定北王是战神，我看是颜路还差不多。今日梁蓉儿也是倒霉，巴巴往上凑，反受了顿羞辱。蓉儿，别哭了，定北王不过是有意搅局，借机发难罢了。敢问夫人，定北王何故要对梁家发难？可是国公府出了什么事？没有的事，都说定北王向来脾气古怪，我家蓉儿不过是恰好撞到他刀口上了。脾气古怪，也未见定北王为难旁人。是啊，方才明小姐不愿献曲，定北王也没说什么，怎的偏要和梁蓉儿过不去？我看他就是专门寻定国公府发难的，莫不是国公爷做了什么对不起定北君之事？若真如此，方才定北王为何不直接问罪？走吧。明檀，你莫要听信这些闲言碎语啊！定北王回京，定有他自己的考量。这等朝堂之事，岂是我等能胡乱揣测到的？夫人放心，国公府若是清清白白，自可高枕无忧。就是，夫人这般着急解释，倒是有些此地无银300两了。阿娘。陛下，东周一战险象环生，若非定北军将士拼死一搏，北河大军已踏足大险，剑至赣州。此战中有朝廷官员与北地山匪暗中勾结，设计劫了定北军的最后一批军需。臣为彻查此事而归，途中却遇这京畿县尉百般阻挠。即便如此，也该着大理寺查问清楚，定北王何故私自取其性命啊？本王去拿这吴县尉时，他已被灭了口。你该去问，凶手究竟是为何？为何要贪赃枉法？为何要杀人灭口？为何为了一己之私，置定北军数10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？定国公，老臣在。你可知为何？王爷，您真会说笑。老臣与这吴县尉素昧平生，也从未参与军需押运事宜，老臣怎么能知道其中的原委啊？承恩侯，陛下，京兆府治下竟出了这等吃里扒外的借力之徒，臣与众京畿县令实难辞其咎。臣
定会彻查此事，肃清府衙，定再不叫贼人钻了空子。是啊，陛下。定北王言下之意，这杀害无限卫的凶手，便是阻你入京之人，亦是劫掠军需的幕后主使。陛下明鉴，臣回京途中，遇海幽门杀手伏击。试问小小的京畿县尉，如何有胆识与海幽门勾结？况且定北军军饷被拖延亏空多年，绝非一人可成之事。臣想一查究竟，这才擅作主张，回了上京。本王久居边关，粗莽惯了，搅了诸位雅兴。诸位都是为国为民的立为良臣，想来定能体谅。待本王了结此案，定要那主谋向诸位告罪，亦会以其头颅血祭我战死东周的定北军亡魂。阿旭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都不知会往命上？是啊，你想突袭也不必连我们几个都瞒着吧？对了，阿旭，你此番回京是何打算？预备待多久？定北军群龙无首，定然是待不了太久的。不过，军需被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军饷发放、军需运输，其中牵连甚广。阿旭，你此番可是无诏入京，想要彻查此案，恐怕并非朝夕之事。阿禄，你可是刚刚升任殿前司副都指挥使一职？你人在北地，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今夜可要当值？当什么值？你多少年才回来一次？今天咱们4个一定要好好聚聚，喝他个痛快啊！说得不错，我这就去找阿玉，让他备上好酒好菜。哎，聚自然是要聚，不过你也顺便借我些人手一用。你是要动令国公？你慌什么？就你那样子，明眼人谁瞧不出端倪？捉贼拿赃，只要江旭手里没有赃银，便奈何不了你。纵使无忧生前透露过什么，也无济于事。可是那些赃银已经落入了定北王的手中了。你说什么？可画邀您观看韶华若锦。控油蓬松，强韧防断，中国拉芳冠军之选，拉芳带您进入正片。昨日我回到府中，才发现那银子早已不在府中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为何不早说？我早就劝你莫要再染指贪墨之事，你偏偏贪心不足，自食恶果。相爷，您可得给我梁家指一条生路。江旭此人不达目的，定不罢休。他能从吴县尉那儿查到的，无非是你和承恩侯。你们2人，我至多保一个。令国公只是个开始，杀鸡儆猴罢了。杀鸡焉用牛刀？你此番回京，那些老狐狸必定会紧盯不放，庸人多有不便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便是。相爷，下官对您一向忠心耿耿，您可不能弃我梁家于不顾啊！本相若要弃你，又怎会将靖安侯这道保命符留给你？定北王即便要动手，也会先摸清明家的底。若不是你梁家与明家有婚事牵连，今日就算本相也保不住你。哎呀，多亏了相爷为我梁家着想，未雨绸缪啊！令郎与明坛的婚事若再生变故，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哦，好，一定，一定。
相夫人，老爷，聘礼都准备妥当了，这回下聘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老爷放心，这一次啊，咱们可下了血本了。那日苏相夫人也看过礼单，绝无差错。那就好啊！无论如何，明坛那丫头都得入我梁家门。老爷，今日宫宴上，定北王故意针对咱们，任何人都瞧得出来，明坛自然也会生疑。万一他在查探揪出珠儿一事，珠儿留在梁府始终是个变数啊，得想办法彻底的除了这后顾之忧。老爷，说来也怪，定北王既然从咱们密室将银钱尽数取走，又为何不在御前直言揭发呢？他那是忌惮我们和明家有婚事牵连，只是暂时的隐而不发。若轩儿与明坛的婚事落定，那我们便多了明家这层倚仗，定北王便会投鼠忌器，不再轻易发难了吧？没错啊，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明坛得尽快的过门才是啊。没想到梁家如此下作，梁家迟早会发现我是故意为之，有意刁难。嗨，怕什么？我最看不惯李氏那假惺惺的嘴脸，一面装的若无其事，一面藏着珠儿掩人耳目。他们梁家真是能演会场，个个都演技了得。幸好提早看透了他们，悬崖勒马，为时不晚。哎，阿谭，那日你在梁府究竟发现了什么？有何收获？欢，嘘。怎么了？走。怎么了？梁府司涉嫌贪墨，私藏官银。私藏官银？你小点声。嘘。你动静小点。他们竟敢私藏官银！我亲眼所见，岂会有假？只不过这官银不知去了何处，这珠儿或者官银，我都未能拿到实证。但我敢肯定，梁府之所以这么着急下聘，就是为了拉明家下水，借阿爷之事脱困。运国公这老狐狸真是奸诈，这婚能赶紧退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哎呀，急也没用，退婚之事还需谋定而后动。坐。啊。只要珠儿仍在上京，此事就还有希望。宫宴之上，定北王公然针对梁家，他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你说我们若能借着定北王的东风，也不是不可能哦。可定北王此人目中无人，善恶难辨，求他办事，定是比登天还难。也是。退婚也是不易，想不损名节的把婚退了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待排除万难成功退婚，届时我应当如何行事，才显得清白刚烈些？我记得李家五姑娘被退婚时，亲自上夫家断发明志；方家的三姑娘呢，一根白绫上吊自尽了。倒也不必如此刚烈。这姑娘，
这是哪家的小姐，如此有趣？应是靖安侯府和昌国公府的小姐。世家联姻，向来都是利益为先。这姑娘看得倒挺明白。阿雪，贪墨官银的罪魁祸首，当真是令国公吗？令国公确是贪墨之人，但并非背后主谋。阿旭拿他开刀，是想以儆效尤。只是你也未曾想到，这中间会牵扯上明家吧？所以你迟迟未动令国公，真是因这两家的联姻啊？那又如何嘛？不过一纸婚约，就算是真成了亲，也有的是法子撇清干系。你当这个婚是说退就退的？这中间牵扯的可多了，旁的不说，就光这姑娘的名声便必定有损。你让人家日后还如何一心择虚啊？倒也不难。眼下就有3位现成的良婿可选，就看你们谁能点头。阿雪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？是啊，这玩笑开大了。唉，这世道真是不公，明明是男人的错，可为何名誉受损的却是女子？就是。阿谭，即便你今日能把梁家这桩婚退了，你义父也还是会给你安排其他的婚事，不是这家的权贵，就是那家的高门，你总逃不过。谁又能知道下一个相比梁子轩会是如何呢？你放心，今有此事，我定不会再由他人左右我的婚事。与其盲婚哑嫁，不如亲自择婿。这主意好。其实细细思量，上京能与你相配的贤夫良婿也并不是没有，比如右相家的二公子，风度翩翩，文采斐然，品行高洁，前途无量。我听说以他的才华品貌，何该是荆轲探花郎的不二人选？齐大非哦。择婿之事，我有我自己的考量。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家世相貌自不必多说，还需有仕途，有抱负，绝不可虚度光阴，游手好闲，这是最低要求。品性须端正，用情须专一，为人须秉节持重，断不可拜高踩低，趋利忘义。那这也是必须的。此人定不能畏惧权势，须正直敢言。若我或明家一朝有难，他定当不离不弃，相扶与共。如此想来，整个上京，不，整个大县，恐怕只有一人与你相配。谁啊？定北王。他绝无可能。也是，不大可能。但是你看，他军功赫赫，要前途有前途，要抱负有抱负，宫宴仪式足见他不畏权贵，敢于直言。至于家世相貌，更不用说了，不全符合你要求吗？他的家世相貌，你如何这般笃定？他明知要入宫面圣，却连鞋都不换，带着一身泥泞就进了大殿。这定北王若非狂悖粗俗，便定然是家徒四壁。且他的行事做派，实在是太过暴力张狂。你不能要求旁人与你一样，处处精致，尽善尽美。可此人的品行确实存疑。若他当真与令国公有仇，为何要波及无辜家眷，当众吓了那梁蓉儿的脸？这不正大快人心吗？我看你也是一脸痛快模样。那自然是极其痛快的。嘿嘿，这就对了。定北王一来就替你出了一口恶气。这么一想，靖安侯嫡女和我大县战神定北王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可这也足以证明此人狂悖粗暴，目中无人。我才不想像梁蓉儿那般被他当众嘲讽，丢脸失小。可若是哪天不小心惹恼了这位王爷，丢了性命，甚至是死不瞑目，魂魄难安，都极有可能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？反正他绝非我良配之选。这说的你这太过分了！我妈婿怎么就粗鄙狂妄，绝非他良婿之选了？这不得找他说道说道？非他良配，实乃本王之幸。若娶此女子为妻，才是本王瞎了眼。好像花车游街要开始了，
咱们去瞧瞧。走。我去瞅瞅，去吧。禀夫人，明家小小姐和昌国公府的小姐一道去了南御河街，奴婢同明府的下人打听过了，说是2位小姐一早便约好了，要游街观灯。游街观灯，他竟还有这般闲心。下去吧。是。若明家没了转圜的余地，那这门亲事也就板上钉钉了吧。阿塔，你看，真好看。小姐人呢？哎，阿炫，你要拿人，为何不用禁运卫啊？我正好将他们交还给你。哎，替你打理了这么些年，我都有点负担不起了。你看我也无用，这么多年你捡了多少个孤儿回来，全都丢给我照料。别玉楼都快成禁运卫据点了，丢给我也就罢，但是你不能1文钱不给啊！如今别玉楼加上文涛哥赚的银子，都抵不上他们的开销了。我怎记得当初你接手的心甘情愿，这些年也未见你撂挑子呀。我任劳任怨，大公无私。哎，阿塔，你看来了。阿塔，我们去下面放花灯好不好？好。谭妹妹，哦，还真是你啊。那这位想必就是免妹妹了。谁是你妹妹？世子是如何认出我的？前段时间媒人送来的画像，将谭妹妹画得栩栩如生。更何况谭妹妹乃熠熠明珠，纵使轻纱遮面，也难掩风采。在下又岂会认不出？素心寻不见我们，该着急了。梁世子，恕不奉陪。府上的张吉怎也在此？抓贼呀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这些也是你安排的？不是。别跑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抓错人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我是冤枉的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抓个人那么费劲，平日里饭都白吃了。张吉乃令国公心腹，自不是什么善茬，今夜灯会鱼龙混杂，拿人并非易事啊。酒，改日再喝。这是干什么呀？阿塔，米米，
谭妹妹，我来救你了！不许你去！你想让他死吗？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表小姐，苏醒，你可来了！让所有会浮水的全都下水救寻，还有找2名护卫拉开梁子轩，不能让他靠近阿谭。再找些人拦开后面那些百姓，不能让他们知道落水的是阿谭。你又是谁？带下去，严审。是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又是你！若是真救了个大家闺秀，我老吕家可就发达了嘛！哎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表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阿谭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阿旭，听说你带了个姑娘回来，真是日出西山水倒流啊！若你在功名上能有看热闹的半分上心，国公爷也不至于日日嗟叹了。我要那功名有何用？即便是高中状元，也没我线下赚得多。爷，姑娘落水受寒，我去准备一碗姜茶。落水，不会是明家小姐吧？阿板，我方才听说码头处有人落水，忙赶过去瞧热闹，打听出来原是昌国公府的小姐着急救人，便猜许是明家小姐落水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梁子轩也在，还不顾众人劝阻，下水救人去了。瞧他那架势，知道的说是救人心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早有预谋。一女子落水失身，被一男子当众救起，还有何清白可言？你说那个梁子轩，他不会真的是故意的吧？明梁两家早就有婚约，他此举就是让明家再无退路。两家的心思已昭然若揭，不过这桩婚事，他们休想结成。派人将此簪送去明府，就以他家小姐已回府为由，让人赶紧去码头将此事圆过去。表小姐，表小姐，表小姐，绿萼，表小姐，表小姐，您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家小姐亲手做了圆子，正等着您过府品尝呢。他说什么？小姐在家都等乏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吧。哦，原是令国公府的世子落了水。对，梁世子落水了。本小姐方才路过时，恰巧撞见，正派人相救呢。只许他救人现身，还不许我们笑话这救人。来唱那首歌。闭嘴！就是这儿了，走。哎，王兄，明小姐醒了。你是何人？明小姐不必惊慌，在下张怀玉。是你救了我？张某可没那么大本事。来，救你的人是他。又是你？哟，你俩认识？不认识。
明小姐，方才你溺水遇险，若不是我们阿旭出手相救，你现下恐清白难保了。那多谢了。哎，明小姐，明小姐怎急着要走？不再多歇会儿？不管今日你出于什么目的相救，在场3人全当此事不曾发生，日后也不必再提。昨日之事，我未曾向任何人提起，还望阁下今后莫要再伤及无辜，牵连于我。你我就此两清，日后也不必再相见。下回姑娘溺水，最好寻个无人之地，这样便不会再遇着任何人。昨日你俩之间是发生了何事啊？我瞧这位公子颇为面善，好心提醒一句：万勿和不法之人沆瀣一气，理应及时割席，以免自讨苦吃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明小姐，方才忘了向你介绍了，此地便是上京城最为繁华、人人流连称颂的高雅之所——别玉楼。日后明小姐若是得空，欢迎常来赏光。哎，水英，这位是我们别玉楼的水银姑娘，方才便是她照顾的你。多谢。明小姐，方才你脱离昏厥，现下安心歇着便是。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吩咐水银姑娘。明小姐，先把姜汤喝了吧。爷，梁府有动静了。梁府。阿谭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你别是听差了。那人拿着小姐的照水簪来府上，便是这么交代的。我原还不信，待去了南御河街，才发现此事不假。先找到阿谭再说吧。是。这位姑娘有什么在下可效劳的？不必麻烦，我找人。不，哎，姑娘，所寻何人？在下可以帮你找。不必麻烦。哎，姑娘，在下在什么下呀？我都说了不必麻烦。还有，大冷天的扇什么扇子？坐。姑娘，起开！哎，站住！你干什么？你要拿扇子当斧头砍我啊？你不是要找人吗？我知道。要想知道人在哪儿，先给本公子道个歉。道歉。道歉没有，拳头还有一个。带路。阿谭，阿谭，人呢？哎，奇怪，方才明明，这哪儿去了？爷，据张吉供述，林国公贪墨一事与朱二之父休戚相关，只是林国公夫人已连夜将朱二送出了上京，正一路向南。且慢，你为何要追查朱二？为何要探查令国公府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意欲何为？不想死，就别多事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管的少管。梁府之事，我若真的不管不问，才是没几日可活。
我未婚夫梁子轩与珠儿暗中苟且，且还珠胎暗结。他一旦离京，此事便再难查证，我就退不了婚了。我瞧着，你也不像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，否则方才也不会救我。我不管你是为何目的调查令国公府，但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，我们也勉强算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你不会忍心看我一个无辜之人受梁家连累，一生不幸吧？姑娘注重名节，可我就一匹马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便带姑娘同去。哦，你说什么？我让你将这桩婚事落定，没让你动歪心思。原本计划顺利，便能将婚事提前，我也没想到，明丹他竟会浮水呀！你还敢狡辩？信儿谈儿没事，若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梁府全得跟着陪葬。相爷息怒，都怪我心急想差了，由着夫人胡闹，才惹出这档子事儿。重新下聘，不过数日。你何必在节外生枝，还以谭儿的名节做赌？你到底在急什么？是轩儿她与监内的外甥女有了孩子。相爷，此事我先前只是毫不知情，不过我已将人送走了。大局将定，你却频频生事，你是嫌淑明院副使一直不够威风高位，还是觉得谭儿高攀了你们梁家，非要嫁给你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？相爷息怒，那人已将珠儿许给了利州乡下管田庄的一个管事，他不会再出现在上京了。你如何保证他日后不会再出现，不会捅什么娄子？让他消失。一生的宿命，听你脉搏声音，掌纹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灯火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等青丝白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，家门里的重量手放在你手上，命运中结成了相伴，贴着我心远彼岸，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。年华里我仍像会发光的脸庞，手心里的盼望紧扣在你的手上，填满我来世的奔波，用一生将爱领我，穿过昼夜漫长，谁在我身旁？抬眸一刹那，还是你啊。
害怕我会随你。